有缘人，在生活中你是否经常干涉他人的因果？那些你认为的善举，很可能在别人那里并不是帮助。我们随意地干涉他人因果，反会给自己招来灾祸。这个就是因果业力。力在佛教术语中，指的是个人行为所积累的潜在力量。在唐代的光纪论中提到，造作名业，这里的造作包括各种活动，如运动，生命确实在于运动，而造作强调的是行动的重要性，由此产生的潜在力量，即业力。佛教教义中，一个念头的升起都能被天地感知，而一个行动的实施会引起十方的震动，这被称为起心动念。在佛家看来，每一个念头都可能成为障碍，即业力。对待每一个念头和行为都需要谨慎。业即行为，每一个动作，无论是举手、站立还是开口说话，都会产生一个业。业力之所以得名，是因为它是行为和念头的反作用力。每个行为都有其内在的力量，这种力量的反作用就是业力。当这种反作用力影响个人时，就称为业力。业力是有方向的，它可以将人引向好的结果，也可能导致不良的后果。这正是佛教中常说的因果律。那些阻碍我们达到光明未来的障碍，往往是由业力造成的。每个人都有业力，这是佛教中的一个基本概念。行善会带来好的果报，而作恶则会有不良的后果，这就是因果法则。简而言之，这是一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。业障还会导致人们对自我的执着，即对自我本性的执着，也称为我见。佛法教导我们要去除三种障碍：行为上的障碍、思维上的障碍和见地上的障碍。许多烦恼实际上源于我们的无知。拥有智慧的人通常不会感到烦恼。有些人会为别人多年前说的一句话而纠结，每次想起都感到如鲠在喉，心中难以释怀，即使过去10几年也依然放不下。这种持续的烦恼，就是由于我们的执着和无法释怀所造成的。业力可以被视为自由意志的反弹力，每一个起心动念，都如同在宇宙虚空中注入了一股能量，这股能量必然会产生反弹，就像往水中扔进一颗石子，无论石子多小，水面都会泛起波纹。业力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直接带来的痛苦，而在于它辗转相报，无休无止，才有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说法。那些内心过于焦虑的人，常常感到心神不宁，烦恼重重，麻烦不断，却找不到问题的根源。他们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，内心深处总是颠倒梦想，妄想和幻想不断，最终他们虚度光阴，难以有所成就。业力较重的人，在需要集中精力时，可能会感到意识不清，缺乏活力，精神萎靡；而在需要静心思考的情况下，他们可能会感到过度兴奋，
难以自控，妄念纷飞。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，业力是可以转变的。佛教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：停止一切恶行，积极行善，勤奋修行，培养定力，熄灭贪嗔痴，净化身心，清除业力。只要坚持做好事，不问前程，这些行为最终会形成你的因缘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不随意干涉他人因果，那些无法避免的困境，未偿还的情感债务，遇到的糟糕人事物，以及所经历的苦难，都是你的业力所致。佛教中有吃苦即是消业的说法，你之所以经历苦难、吃亏、遇到不好的人，是因为你的认知颠倒，才会产生这些颠倒的行为。当你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你会开始纠正以前错误的认知，这个纠正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消业。通过放下执念，当你再次遇到类似的人和事时，你就不会重蹈覆辙，不会再吃亏上当。佛教中有神通不敌业力，业力不敌愿力的说法，这里的神通指的是个人的能力，业力是指因果的力量，这一点相对容易理解。地藏王菩萨曾发下大愿，地狱不空时不成佛，这是他利用强大的愿力来救度众生的例子。相比之下，你在夜晚发愿希望涨工资，这也是一种心愿，尽管规模较小，心愿的大小决定了愿力的强弱。当我们以善良对待他人，却发现他们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时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确，我们的善良本身是正确的，他人如何对待你，那是他们的业，而你如何对待他人，是你的业。理解这一点后，我们就应该理智地运用自己的善良。善良不应该是一种盲目或无条件的付出，而应该是一种明智和有意识的选择。我们可以继续善良，但同时也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，避免自己的善良被滥用。有道无书上可求，有术无道不可取。这句话强调了道德、道和方法、术的重要性。道德就像是我们心中的善良和良知之树，它是我们行为的指导和原则，而方法则是指做事的技巧和事物发展的规律，包括理解人性的规律。拥有善良的心是基础，但我们也需要懂得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和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，这样才能既保全自己，又利益他人，实现所谓的双赢。那些只追求个人利益，不择手段损害他人的人，最终难逃因果的报应。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和行为都被宇宙所记录，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不应因为恶小而为之，也不应因为善小而不为。每个人从出生到成长，都在不断地形成自己的因果业力，这包括我们的思考、行为习惯，以及家族遗传
和环境影响等因素，我们很容易受到周围人和环境的影响，不经意间就卷入了他人的业力之中。在一个充满抱怨和不满的环境中，如果你内心不够坚定，也随波逐流的抱怨，那么你就是在承担别人的业力，形成所谓的共业。特别是恶业，它的传染性非常强。当你自己的业力与他人的业力叠加时，就会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让你在生活和工作中处处受阻，无法轻松前行。在内耗和他好中，你会消耗掉自己最宝贵的精力和精神。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在承担别人的业力？当你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别人的错误行为、情绪或缺点上时，你就在承受对方的业力，这就是共业。当你总是为了不辜负他人期望，而无条件满足他们的要求，或者试图纠正别人的行为时，你实际上是在介入别人的业力。这样的介入意味着你在消耗自己的能量，允许别人偷走你的能量，使你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被重视。这是逆天而行，你越界了。人之所以烦恼多，往往是因为喜欢多管闲事。很多人缺乏智慧，在未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否需要帮助的情况下，就自以为是地去介入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，不仅帮了倒忙，还可能招致对方的嫌弃和埋怨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有些人会为他人的错误承担责任，想方设法为别人找借口，这就像父母无条件地帮助孩子偿还债务一样，没有让孩子承担应有的责任和后果。这样的行为会让孩子变得只知道索取，不懂感恩。我们当然可以帮助他人，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自己的能量足够充沛，内心足够强大，并且在他人确实需要帮助的情况下提供援助。如果我们自身能量不足，内核不稳定，盲目地去帮助他人，尤其是那些能量较低的人，不仅可能无法真正帮到他们，还可能被他们拉入负面能量的漩涡中，使自己陷入困境。这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。关于如何拒绝承接别人的业力，这里有3个建议。第一点，学会区分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的业，理解并界定个人责任与他人责任是成熟的重要标志。特别是年轻人，常常对他人的情绪反应过度敏感，比如一个无意识的皱眉，可能就会被误解为是对自己的不满，甚至家庭争吵也可能被错误地归咎于自己。这种现象表明了界限的模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练习课题分离变得尤为重要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他人责任归还给他们，同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对于属于自己的责任，我们应该勇敢地承担，并全力以赴；而对于他人的责任，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做出决定并承担相应的后果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喜欢分享个人问题、需要倾听的同事。长时间倾听这些负面内容，
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吸收了他们的情绪负担。这时，我们就需要开始实践课题分离，认识到他们的抱怨和指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我们无需对此负责，也不必提供解决方案。如果愿意，我们可以选择倾听；如果感到不适，也可以选择拒绝。选择与积极、乐观、有责任心、懂得感恩的人为伍，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。我们的社交圈会影响我们的心态和能量，与那些经常传播负能量的人保持距离，是保护自己心态和能量的有效方式。我们应避免与那些可能破坏我们积极心态的人深交，以免被他们的消极影响所同化。保持与正面人群的交往，有助于我们维持清晰和积极的心态，专注于自己的正事。第二点，收起自己多管闲事的心。承担个人生活的全部责任是成熟和自立的标志。我们应该避免过度同情或试图拯救他人，尤其是在这超出我们基本道德义务的情况下。常言道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这提醒我们，当他人逃避面对自己的恐惧和责任时，这往往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他们自己不愿意或不敢承担责任，我们作为外人又如何能替他们承担呢？在质问他人之前，我们应该先审视自己，我们是否已经妥善地管理好自己的生活？我们是否对自己的决策负责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奋斗，在我们还没有足够强大之前，首先需要照顾好自己，谨慎做出选择，并对其负责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人的生活路径，允许他们经历挑战和享受成功的喜悦。不要试图用我们认为的好去限制或框架他人。这样的态度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，也是自我成长和自我救赎的最佳途径。第三点，当你发现已经介入别人的因果时，请在心中默念：我不要背负他人的因果。他人的焦虑、恐惧、烦躁，以及他们面临的课题和责任，都是他们个人的经历和挑战。我选择允许他们做自己，这意味着我放下了想要改变他人的执念，也是放了自己长期背负的不必要的负担。我不再习惯性地吸收他人的负面情绪，而是清晰地认识到，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解决自己的难题，提升自己的智慧，与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，与内心受伤的小孩共同成长。一位大师分享了一个故事，讲述了一位居士虽然做了大量慈善工作，如建造寺庙和帮助老人，但他有一个心结，他的女儿迟迟未能嫁出去。这位居士和妻子都不解，为何他们做了这么多善事，女儿却未能得到好报。大师在见到这位女孩后，发现她并非行为不端，于是询问她是否曾帮助同学支付打胎费用。女孩承认了，她出于同情，帮助了几个经济困难的同学支付了打胎费用。大师指出，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助纣为虐，
他解释说，他应该在同学犯错误之前劝阻他们，而不是在他们怀孕后支持他们打胎。因此，她嫁不出去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若非她家做了许多善事，她可能会遭遇更严重的后果，如重病或灾难。大师还提到了另一个例子，一位女士帮助闺蜜在家中进行药物流产，并照顾她，结果她的闺蜜患上了妇科肌瘤，并接受了手术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位女士也患上了同种类型的肌瘤，位置和手术方式都相同。大师解释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因缘，让这位女士深感震惊。第二个故事的主角现在大约40多岁，她有长期未婚同居的男友，并且渴望拥有孩子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这可能也是由于她过去的某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。有一天，她发现身边有2个小姑娘怀孕了，但由于经济困难，她们无法支付打胎的费用，于是她借钱帮助了她们。出乎意料的是，1个月后，她发现自己也怀孕了，这让她非常惊喜。尽管她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孩子，几个月后，她还是不幸流产了，而且流产的是一对双胞胎。这件事让她突然醒悟，她意识到这可能是她之前出钱帮助别人打胎的果报，因为流产的孩子正好是2个。这件事之后，她感到身心疲惫，最终甚至辞掉了工作。她的脾气也变得很糟糕，经常和男友争吵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脸色也很难看。虽然她并不信佛，但有一天她意外地去了寺院，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寺中的人们听后也感到非常感慨，他们猜测那2个孩子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报复。他们劝他多做一些善事，以此来弥补过去的错误。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人虽然没有直接犯下不正当性行为，但他却牵线搭桥，让一个已婚妇女与他的初恋情人见面。更甚的是，他还将自己的房子提供给2人独处，自己则外出住宿。显然2人在他房子里的行为是不言而喻的。后来，这个人的身体、财运、婚恋等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。有算命的人指出，正是因为他的这一行为，他的福报大幅减少，甚至连房子的风水也受到了影响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男孩子将女朋友带回家时，父母应该告诫孩子不要进行婚前性行为，而不是提供方便。父母可能认为这是成人之美，但实际上可能会害了自己和孩子。这些都是我在帮助别人时遇到的涉及不正当性行为的情况。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因杀生而遭受恶报的例子。故事中的主人公卢某是一个屠户，专门从事买牛、杀牛和卖牛肉的生意。他和邻居韩某一起合作，生意兴隆。然而，他们的生意涉及到杀生，这最终导致了不幸的后果。卢某和韩某在杀牛的过程中经常互相帮助，
有一天，他们遇到了一头特别强壮的黑牛，即使被连续重击后脑勺，依然活着。最终，卢某用大锤连续猛击牛的后脑勺，而韩某则用刀刺向牛的咽喉，导致牛痛苦挣扎，最终挣脱了捆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韩某的腿被牛踢断，而卢某则在当晚上楼梯时突然头晕，从楼梯摔下，后脑勺着地，当场死亡。这个故事反映了因果报应的观点，即人们的行为最终会带来相应的后果。故事强调了尊重生命的重要性，提醒人们应该对牛等动物抱有感恩之心，因为它们在历史上对人类有着重要的贡献。故事还倡导了一种道德观念，即人们应该避免杀生，这不仅是为了避免不幸的报应，也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。生活中有些看似助人为乐的事情，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。在做出决定之前，我们应该谨慎考虑，因为某些行为可能不仅不符合公德，还可能对自身的运气产生负面影响。在佛教教义中，有几种忙是我们不应该帮助的，因为这些行为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修行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。首先，我们不应该帮助恶友，也就是那些可能阻碍我们修行大乘菩萨道的人。恶友的行为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善根和慧命。根据《华严经》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心灵的反应，而娑婆世界是众生共业的产物。如果我们亲近恶友，甚至帮助他们共同造恶业，这对我们的修行是一种障碍。我们应该在他们福缘范围内随缘劝化，为他们种下成佛的种子。但如果他们不听从，我们应该感到惭愧，并在以后的修行中为他们回向，希望他们早日回归正途。第二种，我们不应该帮助那些违背因果的事情。因果是佛教教理的基础，种什么因的什么果，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已经种下的业因在因缘成熟时的果报，即使佛陀也无法改变琉璃王复仇的决心，因为这是过去种下的业因所决定的。第三种，我们不应该介入涉及情感的事情。在佛教中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视为宿世因缘的结果，随着因缘的聚散而生灭，外人很难插手。佛陀曾说过，他与老妪无缘，因为老妪的因缘成熟在阿难尊者处。因此，当有人询问与他人的缘分时，我们只能依佛理如实回答。如果自己还有心念，那么就是有缘。大胆地拒绝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，并不是对他人或自己的伤害，而是一种有效的支持。因为我知道，要给予爱，首先自己要充满爱。当我专注于消除自己内心的负面情绪，并持续培养善意时，我会像一颗发光体一样，自然而然地照亮周围的人。我不需要刻意介入他人生活，他们就会被我的正能量所吸引和影响，从而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美好。